嗨，同学们好，我是孟军。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讲，在那个水比较深，但是能站到池底的地方，和深到完全站不到池底的地方的一些自救的小技能。首先讲几点门槛：上下跳着换气、漂浮站立、控制自己身体的重心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往后仰。这些东西同学们都要先掌握好。第二，你去比较深的地方游至少会蹬蛙泳腿。然后会连续换气，这2个技能吧。还不会的同学呢，去练。在蛙泳入门第2班里面，我都有讲到过，按步骤去练习千万不要蛙泳腿都蹬得不怎么能往前走，然后连续换气还不太稳定，偶尔会呛水，就一股脑的跑到比较深的地方去游。有的同学可能觉得我说了一句废话谁在这些东西没有练好之前敢去深水区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有一次，有位同学他跑过来问我，他说：“老师，我这个在潜水区练换气呢。”旁边有个中年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在这里潜水区练这些没用的，要练就要去深水区练在这里练能有个什么用？只能浑水摸鱼，不会有进步的相信我，相信我，去深水区。”然后这位同学呢，也是初学者是吧？然后对于这些个方面也比较迷茫，听到这个人这么有自信的给他说这些东西那就听他的话吧，去深水区去练，一练呛了个半死，被救生员捞上来，然后找我来问教练，我这个该怎么办？人家跟我说潜水区练不好，但是我去深水区又呛水，怎么办？首先我给同学们说一点很重要的东西踩水的技能，它不是说你使劲在深水区练就能练会的。在我们游泳中有很多技能，它都是随着你游泳水平的提升而提升的。另外一个呢，我就想说那些在泳池里面好为人师，但是又不负责的人这种人真的是太坏了。你要不就别说，让人家至少在潜水区能够安安全全的练习。你要说的呢，你就跟进到底，是不是？人家去到深水区，随时都有呛水的风险，又爱指点，又不负责，这种事情是可以做一半不做一半的吗？这种人回到家里面给我好好去反省一下。好，漂浮站立，上下连续换气，控制重心，蛙泳腿能够蹬得往前走，我们可以去深水区了。下水之前，先跟我们救生员大哥打个招呼，大哥，来，我在岸边上练一练，看着我练，谢谢。然后下水，2个手扶着池边，脚能碰到池底下 ，ready good， 跳起来，上下换气。这个技巧其实跟潜水区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幅度上下大一点就可以了。往下蹲深一点，往上跳用力一点，然后控制好身体的重心可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往后。熟悉了一下之后，开始练习初级踩水。第一步，我们吸一口气，在水里面待着，眼睛看着前面身体保持直的。这里注意，如果你眼睛看着池底下去了，身体呢是会容易飘起来的这就变成平的了，不是竖着的了。平着呢就很难换气，所以身体保持竖直状态，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好。吸一口气沉下去，憋住气，保持不动。你会发现人会慢慢往上浮，往上浮的时候就浮到池边了不要再继续进行了。这里的关键点是同学们要找到那个往上浮的时机，掌握好这点之后，第2步加上手和腿的动作。腿的动作呢就是蹬腿，手的动作呢就是2个手直接对着下面往下压就行了。这2个动作什么时候做？吸一口气到水里面去，在下沉的时候不要动，停止下沉，开始往上浮的时候，我们也就开始做动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脑袋特别容易出水面。出水面要干嘛？吸一口气同学们。然后呢又沉下去，我们又等它浮起来的时候做动作，来回搞。好，随着同学们练着，手练了一些，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动作连贯起来，就不用憋着气了，可以一直吐泡泡，也不用等到身体往上浮的时候才开始做动作，只要身体不往下沉了，就可以开始做动作了。随着动作连贯，频率也进一步加快就这么上下练。那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要注意好2点。第一，不要在身体往下沉的时候做动作，这样很容易导致失去换气的节奏，然后呛水，然后慌张，然后溺水。同学们不要以为动作做连贯就是不往下沉了。初级踩水这个阶段你沉不下去就起不来，
那第二点，有的同学在水里面啊，哎呀，沉得比较深，做一次动作出不来，然后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换不了气，慌张，手脚也控制不了了，然后溺水了。这种情况啊，不要着急，一次动作起不来，做第二次，是不是？大不了做第三次，只要你一直往上，它总能起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呢，也是沉得比较深，然后做一次动作，脑袋往上，他就习惯性的怎么样啊？张开嘴巴吸气，结果嘴巴鼻子还没出水面，一吸全是水啊，呛水了，不行了，慌张溺水。这里就格外的需要同学们去判断好自己嘴巴鼻子是否有出水面这个时机，不要觉得只要我脑袋在往上，我就可以吸气了。有的时候沉得比较深，还没出水面呢，你咋吸气？自己的嘴巴、自己的鼻子有没有出水面啊？判断不好的，去浅水区多练习，好吧？上下跳，记得吧？那个同学看到这里呢，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啊！学会了可以去玩喽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啊，我们一个技能啊，学会了并不等于熟练掌握了。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有的人啊，他在那踩水，上上下下都没什么问题。然后练了那么8次10次，我说好可以了，靠池边吧。手一伸抓不到池边，然后呢，他的腿不动的，他的注意力全在手上啊，继续伸手，哎呀，还是抓不到池边，憋不住了，开始呛水，开始慌张。这个踩水跟没学一样。同学啊，虽然说我们是手伸出去抓住池边，但是腿也可以动一动的吧？蛙泳腿不记得了吗？这种就是典型的学会了但不熟练。在踩水的模式下没什么问题，一变成要往前游一游的模式，完了，切换不过来。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再给同学们讲一个练习哈。我们先蛙泳游起来，游着，身体立起来，踩水，上下踩多几次。再去游。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运用到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啊？首先，蛙泳转换成踩水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漂浮站立，让身体从趴着的状态转换成竖直的状态。然后踩水就是初级踩水。那踩水又转换成蛙泳呢，眼睛看池底，容易飘起来，记得吧？低头蹬2次腿，我们人就飘起来了。然后呢，正常的划手换气游蛙泳去。练好这个之后，我们踩水和游蛙泳之间这个模式的转换啊，就没什么问题了。另外呢，我再给同学们讲初级踩水在游泳中的2个应用哈。第一个是我们有些人游着啊，泳镜进水，他会踩水，会游蛙泳，但是这个泳镜一进水呀，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乱七八糟，然后呛水，开始溺水。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就需要把泳镜摘掉，扔到一边来练踩水。那这个踩水的过程中呢，我们只需要把眼睛闭上，然后正常的做踩水的动作就行了。好，练着，哎呀，想要靠池边了，但是池边在哪个方向呢？我闭着眼睛看不见啊，眯着眼睛模糊的看一眼池边在哪个方向，离自己大概有多远，然后低头蹬腿，往那个方向游就行了。好，那第2个应用就是我们的跳水了。我们2个脚指头勾着池边，跳出去，立定跳远啊，到水里面保持身体是竖直的，踩水，向后转，踩水，游到池边上去。那想练这个呢，我们先在水下面练一下向后转这个技能。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动作细节了哈，你的脑子里面想着，我要向后转，然后你的手脚呢，它就自动会做一些让你身体向后转的动作了。如果有的同学连这个都做不到说明你的手脚跟大脑已经断开连接了。请你回到浅水区，多练水性的那些练习，恢复自己的协调性，再来练这个内容。向后转，同学们掌握了之后，那这个东西就简单了哈。脚趾头勾着池边，立定跳远，跳出去。在入水的时候，记住鼻子呼气，这样子鼻子就不会进水。然后到了水里面，稍微憋住一下气，不要动让它沉，不会一直往下沉的，放心。等到开始往上浮的时候，做动作，进行正常的踩水。踩那么2、3次，向后转，再踩那么1、2次。
由蛙泳到吃遍，就这样 ，so easy。那同学们，这个视频内容就这样。实际上，我是把蛙泳入门第2版里面的初级踩水和初级踩水在游泳中的应用给同学们讲了一遍。那同学们在做这些练习的过程中，记住2个点。第一个是踩水这个技能啊，你使劲去练，你去给它死磕不好的，你得回来先把基础打好啊，漂浮站立啊，蹬蛙泳腿啊。然后连续换气啊，然后一些基本的水性练习，这些在蛙泳入门第2版里面我都讲过，同学们可以去看去练。第2点，看过没练过，等于没看过。我们下个视频来讲一讲中级踩水以及在游泳中的应用。下个视频再见。